醫師，我乾脆什麼都不要吃好了。現在連看一眼零食都會被我太太念，活着到底還有什麼樂趣？一位60多歲的林先生一臉厭世的跟我抱怨，自從漸漸發現血糖偏高之後，家裡立刻進入零食禁令，客廳裡的餅乾、糖果全部被清空，連經過最愛的麵包店多看2眼都會被女兒碎碎念。你是不是也以為血糖高了之後，零食、甜點、下午茶通通都不能碰？但其實林先生最大的誤會是，他以為血糖高就不能吃零食。當我跟他說，林先生，其實你可以吃零食，而且吃對了，血糖反而會更穩定。他整個人眼睛都亮了起來。很多人以為控糖就是過苦行僧的日子。今天我不會過度恐嚇，我會告訴你哪些是看起來很健康，其實是最容易讓你血糖失控的食物，並且直接給你5款能幫你穩定血糖的好點心。準備好筆記本了嗎？我們開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寬寬醫師的頻道，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，一起關心你我腎臟的健康。我一直強調極簡護腎，護腎並不複雜，我們不需要依賴神奇的產品或繁瑣的療法，只要簡單的改變一些生活習慣，就能守護腎臟健康。點擊說明欄下載護腎手冊，用最簡單的方法讓腎臟更健康。先幫大家整理這5個你以為很安全，但其實容易讓血糖像坐雲霄飛車一樣上下起伏的黑名單。第一，傳統糕點無油的陷阱。很多人會想，西式鮮奶油蛋糕太油，那我改吃看起來比較清爽的黑糖糕或水蒸蛋糕應該可以吧？結果剛好相反，這類傳統糕點的血糖上升幅度有時不輸一小塊鮮奶油蛋糕。原因很簡單，因為少了油脂的緩衝，純澱粉和糖分會被身體快速吸收。吃下一大塊黑糖糕之後，血糖會快速上升，再快速下降。這種來回震盪的血糖波動，對於胰臟和血管都是很大的負擔。第二，無糖拿鐵，隱藏的碳水化合物。很多人會問寬寬醫師，我不加糖漿總可以吧？這也是很常見的誤解。拿鐵裡面其實有大量的牛奶，而乳製品本身就含有乳糖。很多病患以為只要標示無糖就一定安全，但問題在於拿鐵是液體，不需要咀嚼，消化速度很快，乳糖也會更快進入血液，造成血糖快速上升。所以千萬不要只看到無糖2個字就感到安心，還是要控制分量。第三，市售蔬菜汁與含糖飲料，健康的幻象。你是不是也常在超商買一瓶1日蔬菜汁？你可能覺得在補充營養，要注意的是，市售蔬菜汁在加工過程中，膳食纖維幾乎都被去掉了，剩下的反而比較像是濃縮的糖水，升糖速度會變快。這種缺乏纖維的蔬菜汁，很可能在短時間內讓血糖快速上升。更需要小心的還有運動飲料。如果短時間內大量喝，很容易會出現所謂的寶特瓶症候群，也就是嚴重的高血糖脫水狀態，像是喝完反而更口渴，甚至夜尿變多，這些都要特別留意。第四，勾芡小吃，終極的雙重炸彈。大腸麵線、肉羹湯雖然不是零食，但真的很常變成下午茶的選擇。不少人肚子一餓就來一碗羹湯。但問題是，湯裡面不只有麵線或麵條這些精緻澱粉，還有大量太白粉、勾芡，等於是雙重碳水來源，吸收速度也很快。如果真的想喝熱湯解饞，建議可以選擇清湯類型，或是在吃之前先搭配滷蛋、豆乾這類蛋白質，讓血糖上升速度稍微放慢一點。第五，蘇打餅乾，偽裝的健康點心。很多人會覺得肚子有點餓，吃2片最清淡的蘇打餅乾應該沒問題吧？但其實這也是很常見的一個陷阱。蘇打餅乾本身是精緻的小麥粉製作，加上為了口感還可能含有油脂，消化吸收速度其實很快。在門診也常看到有病患下午不小心吃了半包蘇打餅乾，結果晚餐前血糖就已經默默升上來了。所以不要被它看起來很平淡的外表給誤導了。不過聽到這裡，先提醒大家一個很重要的觀念，這段一定要聽清楚。這5個食物並不是完全不能吃，
真正的關鍵其實還是分量跟搭配。聽完剛剛的黑名單，有沒有一點絕望感？先別急着放棄，接下來這5款點心不只可以解嘴饞，還有機會幫你把血糖穩住。我們從第5名開始倒數。第5名，冷藏過後的烤地瓜。沒想到吧？甜甜的烤地瓜其實對於血糖算是友善的選擇，因為它本身富含膳食纖維，血糖上升速度相對比較慢。再教大家一個小技巧。把烤地瓜放進冰箱冷藏一下，冷卻之後，部分澱粉會轉變成抗性澱粉，讓血糖上升變得更平緩。吃地瓜的時候，可以連皮一起吃，營養會比較完整。很多關鍵營養其實都在皮裡面。第4名，零食的最強神隊友——無糖綠茶或無糖烏龍茶。你可能會想，寬寬醫師，你不是在介紹零食嗎？這明明是飲料啊！但我們捫心自問，下午茶怎麼可能少了一杯手搖飲？很多時候，讓血糖失控的不是桌上的餅乾，而是手裡的那杯飲料。所以，如果下午同事揪團訂飲料，最簡單的穩糖策略就是直接改成無糖綠茶或無糖烏龍茶。研究顯示，綠茶中的兒茶素不只具有抗氧化作用，還可能幫助延緩碳水化合物的吸收，讓餐後血糖比較平穩。不過提醒大家一個很重要的觀念：喝茶不等於喝水，茶類含有咖啡因，有輕微利尿作用，沒有辦法完全取代白開水。所以下午來一杯無糖茶解膩提神沒有問題，但水分還是要記得補回來，這才是真正對腎臟比較友善的做法。第3名，無糖希臘優格，這可以說是控糖很實用的好朋友。無糖優格本身富含蛋白質與脂肪，可以延緩胃排空的速度，也就能讓餐後血糖上升的再更慢。我常跟病人建議無痛替換法，如果你原本下午會吃洋芋片或餅乾，不如換成一碗無糖希臘優格，加一點堅果，不止糖分下降，飽足感其實也更好，血糖曲線會穩定很多。但要特別注意，市售喝的調味優酪乳就不一樣了。糖分可能很高，建議選擇無糖希臘優格，再簡單加一點堅果，效果會更好。第2名，綜合堅果。堅果的特點是低糖，還富含能幫助穩定血糖的優質好油，以及富含鎂跟鉀等礦物質，對整體代謝是加分的。但要提醒一下，很多人追劇的時候會不知不覺一把一把吃，這個很容易熱量超標。比較理想的做法是每天一小把，大概20克左右就足夠了。第1名，新鮮水果。你一定聽過糖尿病不能吃水果這句話，但其實研究結果並不是這樣。大型觀察研究發現，每天適量吃新鮮水果的人，新發糖尿病的風險反而比較低，整體大約下降12%。其中表現很好的代表就是藍莓。糖分低，同時富含花青素與纖維，是很好的水果選擇。只要掌握分量，其實水果是可以安心吃的。例如蘋果半顆、小香蕉1根，或葡萄大約10顆左右，都在合理的範圍內。重點還是在適量。聽到這裡，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小祕密？控糖其實從來不等於放棄生活的樂趣，真正的關鍵反而是控制分量跟聰明搭配。今天要送給大家2個黃金守則，請一定要記下來。第一，飯後不要大量吃水果，因為剛吃飽飯，血糖本來就在上升，如果這時候再接着大量吃水果，就很容易變成2段式火箭發射，讓血糖衝得更高更快。比較好的時間其實是2餐之間，像下午3點左右當點心少量吃。第二，記得善用蛋白質搭配。吃水果的時候，可以搭配一點無糖優格，蛋白質可以幫助延緩糖分吸收的速度，讓血糖上升變得更平穩，整體曲線也會比較漂亮。從今天開始，你不用再看到零食就嘆氣了，只要掌握今天分享的這份控糖清單，記得分量跟搭配，其實是可以安心享受點心的。也可以把這支影片分享給身邊那些覺得不能吃零食很痛苦的朋友，讓大家一起更輕鬆的穩定血糖。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，一起關心你我腎臟健康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